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心里话。你们拜祖先拜了10年20年，只要到了春节、清明或者是7月半中元普渡，大家都是大包小包上山扫墓，在家祭祖，看着那一炉香烧起来，心里才踏实，对不对？但是各位在烧香的时候，有没有那么一瞬间，哪怕只是脑子里刷一下闪过去一个念头，我都拜了这么多年了，如果我的阿公阿嬷早就投胎转世了，那我现在这一头磕下去，到底是拜给谁看的？按照佛法讲，人走后749天，也就是那个中阴身结束之后，要是你的阿公积德，搞不好早就投胎去好人家享福了，或者被阿弥陀佛接去西方极乐世界了。那你现在对着木头牌位烧那一炉旺旺的香，还有那一桌子菜，是不是都给空气吃了？我是不是在做白工？是不是在自我安慰？这个念头很可怕，但非常有道理。如果你没搞懂这背后的道理，那你就是在糊里糊涂的拿香跟拜，可能真的只是感动了自己，却没帮到祖先，更没帮到你自己的运势。所以今天的内容太重要了，我不仅能让你明白香火背后的真正原理，更能让你学到一套真正能让祖先收到，又能反过来庇佑你下半辈子顺风顺水的供养秘籍。为了讲透这个道理，我要先讲一个人的故事。这人叫孙明，就是我们南部那种最常见的古艺人。他是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，父母走得早，但他那个孝心是实打实的。每逢忌日初一15，那一桌子丰沛的菜肴比伺候活人还要细心。但是孙明心里有个结，就是解不开。我们要知道中医讲思伤脾，一个人如果心里藏着事，想太久，那个气机就会郁结在脾胃，也就是平常老人家讲的结龟丸，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。孙明就是这样，随着年纪越来越大，他看了一些书，也听了一些师父讲经，知道人死后有6道轮回，他心里就开始七上八下，整个人搞超凡起来了。我阿爸阿母要是已经转世了，那我这几十年的供养，他们是不是一口都没吃到？我是不是真的在做白工？这个疑惑就像一团乌云，或者像胸口压了一块大石头，让他喘不过气。如果是普通人，大概想想就算了，哎呀，管他呢，大家都这么拜，我也跟着拜就是了。但孙明是个憨人，这个憨是执着的憨，他不想糊里糊涂的过日子，他非要一个明明白白的答案不可。于是为了解开这个心结，他不惜把店门关了，不做生意了，到处去跑，去拜访高僧大德。结果呢，更惨。有的师父跟他说，施主啊，你要继续供，这是孝心，心诚则灵。这话听起来好像没错，但没解释原理啊。有的师父说，哎呀，既然都转世了，那个灵已经走了，你拜那个牌位没用的，不用拜了啦。还有的师父说，你要多做功德，回向给他们，祝他们下辈子过得好。你看，一人一个说法，莫衷一是。孙明本来是想找个答案安心，结果越问越迷茫，越问越糊涂。这就像什么？就像你生了病去看医生，一个叫你吃寒凉药，一个叫你吃温热药，你敢吃吗？你肯定不敢吃嘛。孙明的那个痛苦啊，外人是体会不到的。那是一种觉得自己的一片真心可能被辜负了的恐惧。直到有一天，孙明实在受不了了，他满怀着忧伤，像个丢了魂的孩子一样，走进了一座古庙，那是地藏王菩萨的道场。大家知道地藏王菩萨是管什么的吗？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他是幽冥教主，专门处理这些阴阳两隔、生死轮回的大事。很多人心里不安的时候，都喜欢去拜地藏王。庙里菩萨的金身坐在那里，庄严肃穆，手里拿着锡杖，掌心托着明珠，那个眼神啊，慈悲的就像看着自家那个不懂事的孩子一样。孙明一看到这尊像，心里那道防线瞬间就崩了，也就是我们讲的心肝头突然一酸，这几十年的委屈迷茫在那一刻全涌上来了。扑通一声，他跪在蒲团上，那个眼泪啊，真的是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流个不停。他颤抖的声音喊，菩萨啊，弟子心里苦啊，我不想当个糊涂虫，求求您给我指条明路吧。我拜了这么多年，到底拜的是谁啊？我阿爸阿母到底收到了没有啊？他的哭声在空旷的大殿里回荡，听得真正是让人心酸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奇迹发生了，
不知道是幻觉还是感应，孙明仿佛看到地藏王菩萨的眼睛竟然动了一下，一种很温和的声音，不是从耳朵进去的，而是直接在他的脑海里响起来。放下你的疑惑吧，既然你问了，那我就给你讲一个故事，一个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，连佛陀都流过泪的故事。这个故事不是神话，它是解开生死谜题的一把钥匙。它讲的是佛陀的大弟子目连尊者。你们可能以前看过歌仔戏，演过目连救母，但你们绝对不知道，这背后藏着一个关于人体磁场和业力感应的惊天秘密。如果不明白感应这两个字，你烧再多的香，也就是把家里的墙壁熏黑了而已。但如果明白了感应，你心里动一个念头，千万里之外的亲人都能收到，就像手机拨通了一样快。话说在很久很久以前，释迦牟尼佛还在世的时候，他手下有个弟子叫目连。这个目连不得了，他是神通第一。什么叫神通？用我们现在的白话讲，就是他修成了特异功能，开了天眼。这天眼一开，就像咱们现在的超级雷达、卫星定位系统一样，上能看天堂，下能看地狱，中间能看人间百态，没有任何东西能挡住他的视线。目连是个大孝子，他修成正果后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？不是去显摆，而是想，我那过世的老母亲现在到底在哪呢？是不是去享清福了？于是他盘腿一坐，入定，运起神通，天眼像探照灯一样，在六道轮回里到处扫射。这一扫，他的心凉了半截。他没有在天上看到母亲，也没有在人间看到转世的母亲。最后他的目光落到了最阴暗最痛苦的角落，恶鬼道。各位，你们知道恶鬼道是什么样吗？那是一个极其惨烈的地方，那个磁场阴森寒冷绝望。目连看到了他的母亲，只见他浑身皮包骨头，像个骷髅架子，头发乱得像蓬草一样。最可怕的是什么？是他的肚子大得像个水缸，可是脖子却细得像根针，甚至像我们平常吃的那个面线一样细。这就是恶鬼的相。肚子大说明贪欲重，什么都想要装进去；脖子细说明咽不下去，一点福报都受不了。他在那哀嚎，喊着肚子饿啊，嘴巴渴啊，那声音听得让人肝肠寸断。目连一看，那个眼泪也是哗的一下就流出来了。毕竟是亲生阿母啊，哪个做儿子的受得了这个？他二话不说，那是本能反应，马上运用神通变出了一波香喷喷的白米饭，那饭还是热乎乎的，冒着白气。他心里想着，阿母啊，你饿坏了吧，赶紧吃一口。他运用神足通，瞬间就来到了母亲面前，把饭递了过去。接下来的这一幕就是我要跟你们讲的重点，大家耳朵竖起来听仔细了。目连的母亲一看到饭，第一反应是什么？他不是感激，也不是叫大家一起来吃，他的左手赶紧伸出来挡住饭钵，生怕旁边的恶鬼来抢，右手抓起饭就往嘴里塞。那个动作贪婪、自私、恐惧全都显在脸上。就在那饭刚碰了他嘴唇的一刹那，呼的一声，那一波白米饭竟然瞬间变成了通红的火炭，不但没吃成，反倒把嘴唇烫得焦烂。母亲惨叫一声，饭洒了一地，全是黑灰。目连大惊失色，他想不通啊，我有神通啊，我是阿罗汉啊，我明明送的是饭，怎么到我娘嘴里就成了火呢？他无助极了，哭着跑回去找佛陀。世尊啊，我有神通有什么用？我连让我娘吃一口饱饭都做不到，这是为什么啊？佛陀看着哭成泪人的目连，慈悲地摇了摇头。他对目连说，目连啊，你虽然神通广大，是个阿罗汉，但你一个人的力量对于你母亲那如山重的业力来说，实在是太渺小了。这就像什么？就像你母亲在外面欠了地下钱庄几十亿的高利贷，那个利滚利吓死人。你一个月薪水虽然高，但也就几万块，你一个人还到哪一辈子去？根本杯水车薪嘛。佛陀接着说，你母亲的罪根深重，那是她生前几十年积累下来的贪磁场，这股力量不是你一个人的孝心就能扭转的。目连问，那怎么办？难道看着我娘受苦吗？佛陀说，要救她必须借力。借什么力？借众生的力，借十方的力。佛陀教他在7月15日这一天，也就是众生结下安居圆满的日子，准备百味饮食，
供养十方僧众。很多人不懂为什么要供僧，不是因为和尚要吃饭，和尚饿不死啦，而是因为这些修行人他们持戒清净，在那个特定的日子里，他们身上的阳气是最足的。当你把这股巨大的清净的纯阳的能量汇聚在一起，再通过你的孝心做一个导管回向给你母亲，这叫什么？这就是我们常讲的要懂得借力使力，这当中是有美角的。只有这股排山倒海般的纯阳正气，才能冲开你母亲身上那个阴冷黑暗的恶鬼磁场，让她那一身的业火熄灭，这口饭她才能吃得下去。木莲听懂了，这就像治病，病人身体里全是寒毒，你给他吃补药他受不了，甚至会变成毒药，你必须先用猛烈的阳气，像太阳晒化冰雪一样，把那个寒毒逼出来。于是木莲照做，在那一天那种庄严的场面，千百人共同发出的善念，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共振波。这股波直接穿透了阴阳两界，轰开了恶鬼道的大门。就在那一刻，木莲的母亲觉得浑身一轻，那个饥饿的火烧感消失了，她吃到了第一口饭，流下了悔恨的泪水。当下她就脱离了恶鬼道，投身到了天上。故事讲完了，此时跪在地上的孙明听得入了神，他似乎抓住了一点什么，但眉头还是锁着的，那是典型的钻牛角尖的面相。他抬起头问地藏王菩萨：菩萨，我懂了，如果是父母在受苦，我们要靠功德去救，可是我的心结还没解开啊。孙明问出了一个在座各位最想问的问题，也就是我们开头讲的那个大灾问。木莲尊者的母亲是还在恶鬼道，所以能救，但我现在的阿爸阿母如果已经投胎做人了呢？他们已经喝了孟婆汤，早就忘了我是谁了。那我现在的祭拜对于已经变成别人的他们还有用吗？地藏王菩萨微微一笑，那眼神仿佛看穿了时空。孙明，你以为人死后是马上就投胎的吗？你以为投胎了就切断了所有联系吗？你错了，大错特错。地藏王菩萨看着孙明继续说道：孙明啊，你把生死看得太简单了，你以为人死就像关灯，啪一下就黑了，或者像换衣服，脱了这件马上穿那件，没那么快啦。在死和生之间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过渡期，这个时期佛教里叫中阴身。孙明眼睛瞪大了，中阴身那是鬼吗？不完全是。地藏王菩萨摇摇头，鬼是已经定型的，那是去了恶鬼道，中阴身是还在找房子的阶段。这其中的道理其实和我们中医讲的神识离体是一样的。人死后呼吸停了，心脏停了，但是你的神识灵魂它还在运作，它离开了身体这个沉重的躯壳，就像一个人脱掉了那件穿烂了又湿又重的100多斤的大棉袄，这时候他会感觉怎么样？轻飘飘了吗？没了肉身的束缚，中阴身的感知能力是生前的9倍。各位听懂了吗？9倍啊！生前你隔着墙听不见别人骂你，死后哪怕你躲在柜子里，家里人的一声叹息，一句抱怨，甚至心里动了一个念头，中阴身都能感知得清清楚楚，就像在你耳边拿大声公喊一样。在这49天里，亡者是非常迷茫非常恐慌的，因为他看到了很多生前看不到的景象，有的地方黑风呼啸，有的地方红光满天，他在那个空间里飘荡，急着想找个新身体钻进去，想找个新家安顿下来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给他做7期。很多人问我，尼师为什么是49天，不是30天，不是50天？这就要讲到易经了。7是少阳之数，是变化的周期，7是一个生命的循环节点。每过7天，那个中阴身就会经历一次大的动荡，就像脱一层皮，或者像闯一关。7749就是7个循环。这49天是亡者业力结算去向判定的最终窗口期。在这期间，阎王爷那边的判决书还没盖章，他要去哪里？是上天享清福，还是下地狱受苦，还是投胎做人？这时候有一半的决定权掌握在你们这些活着的亲人手里。地藏王菩萨看着孙明，语重心长地说：孙明，在这49天里，就好比你在岸上，你父母在河里挣扎，他们看不清方向，水流又急，这时候
你在岸上的每一个动作都至关重要。如果你在家里哭天抢地，那是给他们扔石头，让他们心里更乱，更舍不得走，最后可能就变成了守尸鬼。如果你在家里杀鸡宰羊，大摆宴席请客，那是给他们脖子上挂秤砣，增加他们的杀业，直接就把他们拽下去了。但是如果你能在这49天里吃素、念经、供养三宝，把你做的这些善事的功德全部回向给他们，那就像什么？就像你在黑暗的大海上给他们打了一束强光，就像你在他们快没力气的时候扔过去一个救生圈，甚至是一艘快艇。这就叫超度。超度不是迷信，是能量的输送，是方向的指引。孙明听到这里冷汗都下来了。他想起自己父母刚走的时候，自己只顾着哭，只顾着办那些面子上的丧事，根本不知道这49天这么大之大条。他懊悔地直拍大腿，菩萨啊，那我父母都走了20年了，这49天早就过了，黄花菜都凉了，那我现在的祭拜还有什么用？地藏王菩萨摆了摆手，示意他别急。孙明啊，49天确实是关键期，但这并不代表过了49天就断了联系呢。这就好比49天是找新家的阶段，一旦房子找好了，手续办完了，他们虽然搬进了新家，有了新的身份，但你们之间的血脉就像一根看不见的风筝线，永远是连着的。地藏王菩萨接着讲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吓出一身冷汗的真相：真正决定你父母去向的，除了你们的助力，最根本的是他们自己临死前的一瞬间的念头。那个念头比原子弹的威力还大，这叫临终一念。这就像什么？就像你开了一辈子的船，马上要靠岸了，前面有6个码头，也就是6道轮回。你平时怎么开不重要，但在靠岸的那一秒，你的舵往哪边打，你就冲进了哪个港口。这一秒的念头力量大得吓人。佛经里讲，一念嗔心起，100万障门开。我给你们举几个我在看风水看命理时遇到的真实例子，你们听听看有没有道理。有个老头一辈子小气，爱钱如命，他攒了一屋子的金条藏在墙夹层里。他临死的时候那个气已经断了，但眼睛瞪得像牛铃一样大，死不瞑目，直直盯着那堵墙。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我的金子，谁也不能动我的金子。结果呢，他死后没有去投胎，他的那个神识直接就附在了那堵墙上，或者变成了那屋子里的一只大壁虎，日夜守着那个钱。只要有人靠近那堵墙，他那个阴寒之气就会发作，让那个人生病。这就是恶鬼道的预备役。那个贪念把他锁死在了那个空间里。还有一个老恶魔，一辈子最操心的小儿子，整天替儿子搞超凡。老恶魔临走的时候拉着儿子的手，哭得死去活来，放心不下。结果他也没去投胎，他变成了家里的地缚灵。他看着儿子输钱，他在旁边急得跺脚；儿子吃泡面，他在旁边心疼。可是阴阳两隔啊，他越是想帮儿子，他身上的阴气就越重，反而搞得儿子身体越来越差，运势越来越衰微。说到这里，孙明又问了一个让所有人背后发凉的问题：菩萨，既然临终一念这么重要，那我们做子女的如果在旁边哭得撕心裂肺，是不是反而害了他们？地藏王菩萨长叹了一口气：你终于问到关键了。世间多少孝子因为不懂这个道理，把爱变成了害，硬生生把亲人拉进了痛苦的深渊啊！这里面的物理原理是这样的：悲伤在中医里属金，主肺，它的气是沉的，是降的。你试着哭一下看看，哭完是不是觉得胸口闷，整个人往下坠？这种能量波它的频率极低，而且带着湿气。当这种低频能量源源不断地发射给亡者时，亡者接收到的就是沉重、阴冷、粘稠。如果父母本来能升天，被你这一哭，那股沉重的阴气直接就把他们拽下来了。孙明擦干眼泪，问了最后一个终极问题：菩萨，如果我的父母已经像老田的父母一样彻底走了，转世了，变成了另一个人，或者变成了一只鸟，那我以后每年再去祭拜，这香火还有意义吗？地藏王菩萨站起身来，手中的锡杖微微一震：孙明，你把血脉看得太简单了。在这个浩瀚的宇宙里，有一种东西，它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烧成灰也断不了的，
那就是血脉的共振。地藏王菩萨看着孙明打了一个大家都能听懂的比方。孙明啊，你小时候听过收音机吧？你看那个广播电台在那边播音，虽然离你10万8千里，只要你手里的收音机频道调对了，那个声音是不是滋的一下就出来了？你们这些做子孙的就是那个发射台。而你们去世的祖先，不管他现在投胎到了哪里，不管他穿了什么样的新衣服，是变成了美国人、非洲人，还是变成了一只天上飞的鸟，他的灵性深处永远藏着一组出场密码。这组密码就是你们的血缘，这在中医里叫同气相求。只要你在这个特殊的日子，或者是清明，或者是忌日，你只要心里一动念，在那边点上一炷香，这就是打开了发射开关。这股念力的信号不需要电线，它会瞬间穿越千山万水，穿越阴阳两界，精准定位到那个带着同样密码的灵魂身上。孙明听得目瞪口呆，菩萨，那我烧了纸钱，供了苹果，他们要是变成了人，总不能天上突然掉下一堆纸钱砸他们头上吧？地藏王菩萨笑了，敲了一下孙明的脑袋，这谁告诉你供养就是送食物了？供养的本质是能量的转化。你跪在那里，你发出的这股善念就像是一笔巨款汇出去了，但这笔钱到了那边会自动根据他现在的环境变成他最需要的东西。如果他还在轨道受苦，这股能量就会自动化成一碗热饭，一件棉衣，甚至是一道解脱的金光，救他于水火。如果他已经投胎做人，变成了隔壁老王家刚出生的小孙子，注意了，这股能量不会变成纸钱掉下来，而是会转化成挡灾的福报。比如转世后的他今天本来骑车要摔一跤，因为你这边刚拜完祖先，发了一股强大的善念过去，这股能量瞬间就在他身边形成了一个保护罩，让他这一跤没摔下去，或者是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再比如他长大了做生意，本来运气不好要亏本，因为你每年坚持不懈的回向功德，这股能量就变成了一个贵人突然出现，帮了他一把。听懂了吗？你在家里拜祖先，其实是在给那个不知道在世界哪个角落的前世亲人进行远程护航。我看了这么多命盘，经常看到有些人八字明明很普通，也没什么大运，但偏偏就是运气好的离谱。出门遇贵人，逢凶化吉，做什么成什么。为什么？以前我也不懂，后来我悟透了，那是因为他前世的儿孙还在某个地方虔诚地供奉他，那些源源不断的香火和善念就像隐形的翅膀一样拖着他。所以各位，你们现在拜祖先不仅仅是尽孝，你们是在为这个世界的某一个生命增加福气，而那个生命曾经是这世上最爱你们的人。故事讲完了，孙明悟了，地藏王菩萨笑了，大殿里的香烟缭绕，仿佛化作了千百朵莲花。各位，刚才那个故事听完了，但是你们呢？你们真的听进去了吗？我讲课最怕你们听个热闹，回去该干嘛还是干嘛。今天内容关乎你们家3代人的运势，也就算上面的祖宗，中间的你们，下面的子孙。所以在这最后，我要像个鸡婆的老阿嬷一样，再给你们碎碎念一遍。我把前面讲的那些复杂的道理浓缩成鸡铁救命的方子，你们回去照着做，做到了，你们家的风水绝对坏不了。我知道你们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好，或者平时忙容易忘。来，我给你们划重点，这几条红线千万别踩。第一，记住了，过度悲伤就是给亲人喂毒药。人走后的49天，甚至以后每年的忌日，千万不要在那哭得撕心裂肺。中医讲肺主忧，忧伤属金，是肃杀之气，更是湿冷的阴气。你那一哭，你家里的磁场就是连绵阴雨。你在阳间下雨，你父母在阴间就是在那淋冰雹。你们要学老田后来的样子，把眼泪擦干，把那股劲儿变成愿力，哪怕你心里再痛，都要咬着牙念一句阿弥陀佛，或者念一句阿爸好走，那才是给他们送暖气送阳光。听懂了吗？第二，这一点我必须严厉的讲，丧礼绝对不能杀生。很多人觉得孝顺就是大鱼大肉，杀鸡宰羊摆一桌，糊涂啊，那是生命啊，每一个众生都有灵性。你在葬礼上杀生，那笔血债是算在谁头上的？是算在那个亡者头上的。
他本来业力就重，背着包袱在爬山，你倒好，又给他背上一袋子石头，你这不是孝顺，你这是嫌他走得太快了。祭祀、清茶、淡饭、鲜花、素果，那才是最清净、最上等的供养。这就好比送礼，你是送一堆垃圾给人家，还是送一束鲜花给人家？道理很简单的嘛。第三，最好的风水在心里。很多人来问我，倪医师，我家祖坟风水不好怎么办？我家大门朝向不对怎么办？我告诉你们，这世上最高级的风水不在山上，也不在房子里，而在你们的方寸之间，也就是你们的心。你们要把家族想象成一棵大树，祖先是树根，你们是树干，子孙是果实。如果你对祖先不敬，那就是在断自己的根。根烂了，树干能好吗？果实能甜吗？反过来，如果你整天抱怨父母，记恨祖先，那你这棵树流淌的枝叶就是苦的、毒的。你得癌症，你孩子不听话，那都是因为根没养好。当你去祭拜祖先，去回向众生的时候，你发出的那个念头是爱，是慈悲，这个频率是宇宙中最高的频率。当你处于这个频率时，你身体里的阴气、病气、霉气会自动被杀毒。我在台北看过一个老板，非常有钱，但家里乱七八糟，儿子还吸毒。他跑来问我，倪医师，我每年普渡都是几十万的花，金子是一卡车一卡车地烧，为什么祖先不保佑我？我去他家神桌前一看，好家伙，他在跟祖先求什么？他嘴里念叨的是，阿公啊，你保佑我这批货，要是赚了1000万，我就给你换个金香炉；要是让我中了6合彩，我就给你烧个纸扎的奔驰车。各位，这叫什么？这叫谈生意，这不是孝顺，这是贿赂。你们要搞清楚，祖先和神明不是贪官污吏。你用这种市侩的心态去拜，发出的那个念头是什么？是贪，是欲。我在前面讲过，贪是恶鬼道的磁场，你用贪念去祭拜，你招来的就不是你的祖先，而是路边那些贪婪的孤魂野鬼，因为你的频率跟他们是一样的，那叫臭味相投。另外，真正懂行的人，贡品一定要有讲究。饭菜要是热的，刚做好的，那个热气腾腾的真气就是气，祖先吸的就是这口气，可以供茶。茶是天地精华，是清气，能帮祖先醒脑开窍。千万不要供烈酒，酒是乱性的，会让那个磁场变得浑浊。另外，水果要洗干净，最好是圆形的，代表圆满。所以以后不要再把那些乱七八糟的素食生冷的东西往神桌上堆了，你那是在倒垃圾，不是在供养。拜拜的时候，心里只能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感恩。阿公阿嬷，谢谢你们传下来的血脉，家里一切平安，请你们放心修行。当你心存善念，看到路边的狗都想喂它一口，看到别人的孩子都想夸他一句，哪怕你住的是茅草屋，那个屋子里也是金光闪闪的，鬼神都要敬你3分。这就叫得润生，这就叫福人居福地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，如果是药，那是治心的药；如果是灯，那是照亮回家的灯。今天既然大家有缘看到这里，那就是我们几千人、几万人的缘分。我希望我们不仅仅是看客，我们要把这份善念凝聚起来，形成一个巨大的共振磁场。我想请大家做一件简单的事，请在留言区留下你的一句善言或祈福。你可以写，愿以此功德回向给我的父母，愿他们离苦得乐。也可以写，愿世界和平，众生无灾无难。或者哪怕简单的一句，南无地藏王菩萨，或孝感动天。不要小看这一行字，当千百个人的善念汇聚在一起时，那个力量是排山倒海的，它能冲破时空的阻隔，不仅能利益到你们已故的亲人，也能为你自己、为你的家人种下一颗巨大的福报种子。诸位，讲易经，我是认真的；讲生死，我也是认真的。希望这些苦口婆心能帮你们解开心结，找回真正的孝道。我们下期见。